嗨，各位好，本次影片要讲解机床仿真的这个 T code 跟 M6如何呢让这个机床仿真呢可以读到 T code 跟 M6自动换刀的这个动作。那如果还没看过之前的影片呢，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那如果本次的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就请你们帮忙呢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那首先我们在这个城市这边我们呢增加一个呢就是 T1，然后 N6，然后再一个 T2。好，那这个指令动作在 CNC 上面的话呢，就是呼叫呢1号刀，然后执行换刀动作，然后2号刀呢来做一个呢等待的准备，这样子。那我们要如何在这个机床仿真里面做一个实现好？那我们就进入到 Machine Comparator。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要针对 T code 的这个呢动作做一个呢设定参数的定义。好，那我们后面可以调取这个设定好的参数来读取这个 T code 的这个数值，这样子。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variable 这个的页签我们可以新增一个 variable 的一个参数。好，那我们这参数的话，我们可以自己的做一个名称的一个定义那一般来讲，为了避免就是说跟呃 Machine Comparator 里面的参数去做一个冲突，那我们这边一般来讲都会加个特殊字元符号。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是呢用特殊字元符号 p_underline tools 这样子。好，那这边定义好之后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它定义成就是说数值整数 integrate 这样子。那我们刚刚这个地方忘记按 Enter 所以我们要再重新输入一次。就是说，当你输入完之后最好就是说要有一个按 Enter 的一个动作。好，那我们这边定义完之后呢，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到这个 Command 这边。好，那 Command 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定义，就是说 address，我们新增一个呢 T 的 address。那我们这边的话呢，来增加一个 customize command。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开始增加这个指令我们新增一个 command。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自定义的这个参数我们要来到看到 CSE 的 document，我们找到这个 set a variable 这个的参数那这个的指令就是说，我们可以指定呢，就是 NC 编程里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字元符号那我们先把这个参数先复制起来。好，那我们贴到呢这个我们要自定义的这个参数里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新增一个 para 的一个参数。那这 para 参数我们要填写什么就是填写我们刚刚的定义的就是读取 T code 的这个特殊字元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刚是输入这个 p_underline tools 那我们这边是特殊符号，所以我们要加个引号把它呢定义起来。然后最后面的话，因为它是读取这个数值所以我们这边呢给它加个 value。好了之后呢，按下存档。好，那我们回到了 Machine Comparator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加个 M6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加个 M function 那我们这边是整数，所以我们选下面这一个。那这边的话一样输入 M6，记住按 Enter 好，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去呼叫这个 M6的一些具体的指令，这样子。所以我们这边呢是使用这个 call program。那至于放的位置就是放在你 CSE 的这个资料夹底下，只要指定好路径就可以。那也可以再新增一个资料夹路径给它。那这名称没有一定的，就是没有一定规定要什么那比方说我这地方叫做 some program。那我这边的话呢，就新增一个是 tool change 的一个文字档。tool change，那副档名改成 PRG 因为 Machine Comparator 里面它读的副档名是 PRG，所以我们就一样改成 PRG。那回到 Machine Comparator，那我们来指定一下，把它指定进去。那因为它现在里面它是空的所以它也不会有任何作动，我们可以按下存档。
好，那我们回到呢机床仿真这边，那我们点选机床重设，那我们按下一步。这时候你会看到哈，它会进入到这个副程式里面，可是副程式里面它不会有任何动作，它也不会读取去调用这个刀具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刚刚新增的这个tool change，然后点 BRT 里面呢，我们要来开始做一些程式语法上的一些设定。好，那这些程式语法上的设定的话呢，其实在 CSE 的 document 里面其实都有教。哦，比方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找一下可能是 NC controller 哦，NC machine 这个，那它这个地方就有跟你讲，就是说，哎，我们前面刚开始要做的时候，我们要先宣告这个东西。哦，就是说我有个 language AC，就是属于一个所有的控制器都是可以使用的。好，那相关的说明你可以看一下底下的这个文字的一个解说，这样子。好，那所以的话呢，我在这边的话呢，就可以来开始宣告。哦，我前面这边，然后我要做什么东西？哦，那这些所有的指令哈，其实在 CSE document 里面呢，其实它都有，就是教各位就是说怎么写。那当然各位也得要就是说懂一些程式的语法上面，比方说我现在说的这一行就是说我宣告，然后呢这个 N2 ID 呢是一个这个宣告里面的一个变数。那这边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写完之后啊，后面都要有这种的分开的符号，那这样子语法上面才会成立吼。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哦，我就可以再继续往下写，然后说写一个哦 n，然后 to id，然后它要等于哦，然后有个叫做 get，然后 variable 的一个参数哦。那这个参数要去哪里看吼？其实，在某勋卡在 CS1的那个 document 里面哈，其实它都写得很清楚哦。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方说这个哦，那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去抓到哪一个变数，就是我们刚刚输入的这一个哦，我们刚刚要去抓 T code 里面的这个数字哈，那我们就是刚刚这个是 T tools，好，这样子哦，所以呢，就是说我先宣告呢一个变数，那这个变数呢，它是等于去抓取我们在 machine operator 里面呢输入的这一个值。哦，那这个值呢，它又会去呼叫到呢这个呢 t 里面的一个参数，这样子。哦，那在 CS1 document 里面哈、其实都可以找得到。哦，比方说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嗯，variable 哈，我们刚刚回到这个 variable 参数里面，它这边就有写说它的相关的参数呢，可以去 get a variable 哈，那你可以点击一下，那它会跟我们讲，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抓到什么样的东西，好，这样子。那因为后面哈，其实程式蛮长的哈，所以的话，在这个副程式这边的话呢，我就直接把程式呢，直接整个呢事先写好，那并且我把它贴上去。那如果各位在程式上面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的这个留言处哦留言哦，那我会替各位做一个解释，这样子。只是说这些相关的所有的参数在 CS1 的 document 里面呢都可以找得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一个副程式呢就已经就完成。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完成之后，对不对哈？这个副程式要记得存档。好，那我们重设一下，那我们看一下它读到 T1 的时候，N6会不会进入到副程式的指令？好，它就进入到副程式的指令。好，那它副程式的指令之后呢，它就会去读取对应的一些参数值，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在语法上面呢、如果说设定上有问题，那我们就要进入到参数值呢里面去做一个调整。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哦，它的错误讯息是跟我们讲，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分开的一个符号，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回到了副程式这边来，那我们把这个分开的这个符号呢加注给它。哦，在这个副程式在Machine Comparator 的语法里面哈、每段程式的结尾都要有这个特殊的这个符号。那我们再将机床呢再做一个重设的一个动作。
然后再进入去读一个副程式。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错误讯息是什么。哦，那这个错误也是在同一行。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回到副程式这地方呢，忘记加一个特殊字元的符号，把它呢区隔出来。哦，那它能知道是抓取哪个变数。所以在写程式这个地方啊，都要特别去注意。那接着呢，我们一样再点选再重设一次。好，然后一样再让它重新再去跑。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呢，错误讯息就消失掉了。好，那它接下来就是去跑我们的程式，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读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刀具呢，它就自动读取出来。那你如果跑完整个程式之后呢，它就回到呢 T2 去做一个背刀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的话呢，它就会依照我们这个外部的 NC 码，对不对？好，然后呢来进行一个仿真的一个模拟。好，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说透过呢 Machine Comparator 来实现就是说真实机器呢在做 CNC 的一个换刀的一个动作。那如果说你直接是按这种播放的话，那它呢就不会进入到副程式，它就会直接的去调用出来这样子。那如果以上的影片呢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忙呢就是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